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虎山溪步道。今天上午来这边散步，顺便做一下简短的 Tony 开讲。不过虎山溪溪水充沛，也比较吵，所以我继续往上走，走到比较安静的地点再来开讲好了。这两天我家附近都下大雨。 所以虎山溪溪水非常的充沛，我要继续往上走，要离开虎山溪才会比较安静。这是绅士红蛋笔，绅士红蛋笔的绅士指的是日本时代的学者深丑之助。 我抵达市寿亭。 这边已经听不到虎山溪的水声了，我这边游客还不少，我继续往上爬好了。虎山溪步道太热门了，沿途都是游客，前面就接马路了，南天宫。 我抵达正光禅寺，那要继续往前走，走往虎山生态步道，那边可能比较少游客。从这边进入步道，我现在走在虎山生态步道，我抵达三清宫。 这棵树是四周山最大的一棵雀榕，三清宫大叶雀榕。这是三清宫大叶雀榕，非常大的一棵老树。前面这里有一座观景平台。 这条路线也是虎山赏萤季的赏萤路线，每年都有很完整的记录萤火虫的数量。不过今年的赏萤季已经在5月10日结束了。来到这里终于没有游客了，那我就在这边Tony开讲。 我今天介绍的主题是台湾宝图，很多登山客已经很熟悉台湾宝图了，不过年轻的一辈可能比较不清楚，或许会以为台湾宝图是台湾汉堡美食地图，不是哦。台湾宝图是日本时代初期，从1898年到1904年这6年所做的土地调查完成之后绘制的地图。那为什么称为台湾宝图呢？ 因为宝是清代地方行政单位，例如我住的这个地方，清代早期就属于福建省台湾府淡水厅大家那堡中皮庄，后来台湾建省之后，它就属于台湾省台北府淡水县大家那堡中皮庄。不过清代的堡跟庄也写成堡及庄，所以日本时代初期进行土地调查的时候。 就是以清代的宝图为基准，所以这份地图就称为台湾宝图。我认识台湾宝图大约是20年前开始探访北台湾的古道的时候，那时候才知道有台湾宝图这样的地图。因为台湾宝图详细的记录了100多年前台湾土地上的每一条道路，从大到小，所以成为探索古道很重要的一个工具。不过当年台湾宝图还没有数位化。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台湾宝图是在台北市立图书馆的参考室。那时候台湾宝图是一张一张的全开的纸，在参考室里面的图柜里面，所以参考是非常的辛苦，那又很难从100多年前的地图去连接到现在的位置。那后来中研院的 GIS 专题中心就将台湾宝图数位化，而且有古今地图对照。那近年来，不只将台湾宝图
更将日本时代不同时期的地图都数位化，最后发展出台湾百年历史地图、台北市百年历史地图网站，那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参考工具了。后来像一些登山 APP， 像我在用的 Way to Go， 就有将日本时代的台湾宝图还有其他地图都整合进来，所以我拿着一只手机走到这个位置，我只要手机打开这个 APP， 就可以呈现我这个地点100多年前台湾宝图的位置了。所以比起20年前，现在要探索古道，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的地理面貌，真的是方便很多。台湾宝图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标志了当时台湾的地名，地图上所记载的地名基本上就是清代台湾的古地名，而且地名的发音有用日文片假名标注。当时日本人就是以他所听到的台湾话、客家话直接标注在上面。例如我们家这边的地名是中埤，那片假名就是标注为中埤，就是台语发音。那这对于我们考证古地名的发音，还有古地名的文字，就变成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了。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日本时代，台湾的地名有做过大幅的修改，特别是在1920年之后，所以在1904年出版的《台湾宝图》就保存了台湾各地的地名，也提供一个我们现在很好的一个参考。刚刚有2名游客抵达观景平台，那我就继续往前走，待会再开讲。虎山生态步道，前面是正山宫。正山宫这边的路灯都有特别的装置，主要是为了在赏萤季可以避免光害，避免造成对萤火虫生态环境的影响。这边是虎山生态步道的第2座观景台。好，现在继续开讲。1898年到1904年的台湾土地调查，事实上在台湾留下了蛮多的历史遗迹。就是因为当时土地调查的时候必须做三角测量，当时就必须在各地立三角点作为测量的依据。这些三角点基石大部分是树立在山顶比较空旷的地方，以方便做测量。所以台湾的很多山都有基石。我认识一位在台北市地政局退休的山友，他就曾经说，当时台湾所完成的土地调查，还有立的基石，甚至比日本更早，还更完整。那为什么呢？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台湾是一块新土地，所以比较没有历史包袱，所以土地调查人员可以很全面、很完整的去做调查。那如果是在日本本地的话，还是有一些传统的力量会抗拒这种土地调查跟土地测量。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日本时代初期，有一些接受新知识的日本年轻人，他们愿意漂洋过海来到台湾，因为他所学的新知识在日本容易受到传统的力量的抵制，所以当时才会有一些年轻、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年轻日本人来到台湾，而最后也在台湾发光发热。我今天在虎山生态步道的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那我要继续往前走，走虎山自然步道下山，刚好是环状一圈。我刚刚在开讲的时候，竟然有一只台湾蓝雀就站在我后面的栏杆上听我开讲。台湾蓝雀对台湾史也有兴趣吗？我抵达虎山自然步道，我要下山往松山慈惠堂，450公尺。我回到虎山西步道的入口了，
我今天的Tony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